H6，并且呢 ，H6 最近还迎来了一次大的换代，所以它可以算作这个级别的标杆车型了。然而，标杆的作用就是让人去追赶的。目前就有一台强有力的车型在产品力上很有希望挑战一下 H6的标杆地位，它就是有合资 SUV 头等舱之称的东风日产启辰星。这个级别的 SUV 呢，一定是家用为主，而家用车舒适度绝对是排到第一位的。这一点，深得民心的哈弗 H6还是做的相当到位。你看我用身材坐到前排来，首先椅垫很软和，第二呢，腰部、肩部的这个后背的包裹做的都非常到位。后排同样座椅非常的柔软，并且椅垫很长。后面的靠背呢，没有这个包裹的感觉，一个大平面，但是靠起来仍然是比较的舒服。腿部空间，前排是我的驾驶位置，我还有1拳2拳整的腿部空间，对于紧凑型 SUV 来说相当的不错。唯一的一个槽点是，后排的头枕虽然也很软，但是它这里有一点顶我的脖子的这个地方，显得不是很舒服。但是总体来说 ，H6 对于舒适性的把握还是相当的到位。启辰星在舒适性方面的表现呢，有些出乎我的意料。首先，前排它有座椅加热和按摩，座椅按摩在这个级别可不常见了。这个副驾就更厉害了，因为它是一个女王副驾，它能一键放倒，这里还有个腿托升起来了，它能完美满足一个新好男人的所有需求，不仅能让媳妇儿坐得舒服，更能让你等媳妇儿的时候自己也能享受享受。后排座椅仍然是继承了日产大沙发的风格，坐上来呢扑哧扑哧的，非常的柔软，同时头枕是带有航空式的这种夹紧的，这样靠上来就很舒服了。座椅靠背带有27度和35度两段的调节，这是比较直的。好，然后这是放倒的，轴距2756毫米，我的腿部空间2拳以上。所以如果 H6 的空间以及舒适性是这个级别一个比较传统的标杆的话，那么启辰星作为一个后来者，它的空间以及舒适度的表现明显是要强于 H6 的。动力也是这个级别非常重要的一点。哈弗 H6 的 1.5T 发动机169马力285牛米是这个级别最主流的动力水平了。其实我踩起来涡轮起劲之后，这个动力还算是不错的，很符合我们对 1.5T 这个发动机的预期。多强不存在，因为上面其实还有 2.0T， 但是日常超车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是呢，这个发动机有2个小问题，一个是低扭相对比较弱，日常的平路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你要上那个地库的大上坡的话，你必须油门踩多一些。第二，油耗不管是用户口碑还是我们这几天自己开的，说实话油耗相对比较高一些。剩下的部分悬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啊，既柔软也有很厚重的高级感。这个悬架调教绝对是这个级别首屈一指的水平。转向本来没有什么问题啊，但是这个方向盘的角度有些奇怪，太过于倾斜了，并且环身比较细，手感着实一般般。相比起来，启辰星的动力呢显得更加的时髦。同样是 1.5T 的发动机，但是匹配了同级唯一的48伏轻混增压系统，最大功率190马力，峰值扭矩260牛米，踩起来绝对的动力感受和 H6 不相上下。涡轮起劲之后呢，这个动力来的还是相当的迅猛，并且因为加入了48伏的轻混系统，整个车的电气化能力是大大的增强了。比如说它能实现怠速的滑行，以及启停介入的时候更加的轻柔。同时呢，还对燃油经济性有所帮助。这个车的官方工信部的油耗是 6.1升每百公里。启辰星的动力开起来还是以平顺性为主，涡轮介入的并不明显，整个加速相对来说还是很线性的。悬架在面对颠簸路段的时候和 H6 的表现非常的相似，同样是很舒服、很柔软，并且不失高级感。总结一下，不管是 H6 还是启辰星，它们的动力表现都在我的预料之内都是符合我们对一个 1.5T 发动机动力的预期。但是它们两个的悬架表现，说实话有一些超乎我的预料，不管是舒适性还是高级感，我感觉都大于等于20万级合资车的表现了。比如说它比 CR-V RAV4 调教要显得更加的老道一些，这一点需要强烈点赞。
聊完舒适性和动力性这两个硬指标呢，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级别的车近1-2年里面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科技性配置。因为你会发现啊，2020、2021年发布的19万的车里面，各种屏幕啊、科技配置真是堆的是满满当当。这台 H6 也不例外。首先呢，前面有一个10.25英寸的液晶仪表，中间还有一个12.3英寸的中控大屏。这台顶配车型带有360度的3D 环影，这边有全时段的 ACC， 前面还有抬头显示、各种手机映射等等啊，配置已经是堆到了合资车型的30-40万的水平了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如果过于依靠这个屏幕，可能也不是一件好事。比如说啊，我想找座椅加热，在空调的界面里面它居然是没有的，怎么办呢？我通过苦的搜寻，再加上百度的帮助，我发现啊，你首先要进入一个2级菜单，然后车辆设置3级菜单，座椅设置4级菜单，你们才能找到这个座椅加热。我感觉我的智商被侮辱了。启辰星呢，则采用了一个12.3英寸的液晶仪表和15.6英寸中控竖屏，内置启辰智联系统 CCS 4.0， 功能包括智能物联、汽车云支付、组队出行、出行服务、在线视频和车内 K 歌等等，同时还有 3D AVM 无盲区、高清全景监控影像系统、全时段的 ACC、AR 导航等功能。所以说呢，哈弗 H6 和启辰星在科技性配备方面都可圈可点，都能提供比较跨级的配置体验。配置这个东西，谁用谁知道，还是越多越好啊。长久以来，哈弗 H6 都是国内 SUV 市场的销量冠军，卖得好的车一定是均衡的车。H6 不管是空间、舒适性，还是动力以及车机配置方面，都让人挑不出什么太大的毛病。再加上更大的知名度和保有量，让 H6 成为这个级别一个不会错的选择。而东风日产启辰星则更加聚焦这个级别的关键痛点，乘坐的舒适性真的是非常的出色，带48伏系统的动力独树一帜，科技性配置呢也可圈可点，整体产品力和 H6 已经不相上下，甚至在不少方面已经明显超越，是同阶 SUV 里的一个实力车型，绝对值得这个级别消费者重点考虑。